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欧洲联盟举行了议会大选，这是欧盟权力机关最大的选举，有点像各国选领导人那种大选。老实说，我是第一次有点关心这样的选举，上次是5年前，当时我刚开始做这个频道，而且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关心过欧盟的选举，因为我觉得与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本届欧盟大选投票率创新高，比如说德国2024年这个大选投票率将近65%，是近35年来最高的投票率啊，说明绝大多数德国选民很重视这次欧盟选举。本次欧盟大选大概可以这么总结：极右翼阵营大胜，政治中间派保留多数席位，而绿党惨败，冯德莱恩连任机会大增。欧洲许多政策可能会出现根本性改变，例如绿色协议、移民政策或者对乌克兰的支持等。欧盟的对华政策也可能变得是打引号的更加温和。首先，我们来看看本次欧盟大选，德国这个国家的得票率啊，排在第一位的是左边这个 CDU-CSU， 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它是原来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所在那个政党联盟，得票率30%，比上次提高了1.1%。得票第二高的是我们看蓝色的15.9%，这是被德国主流媒体、德国政客归类为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第三名是红色的，就是现在德国执政联盟中的社民党，得票率为13.9%，比上次减少了1.9%。第四名是德国绿党，得票率为11.9%，比上次大幅减少8.6%，这是可以说是滑铁卢啊。第五位是最右边这个6.2%， BSW， 然后就是黄色这个5.2%，是现在执政联盟当中的自民党。我们看红色、绿色、黄色都是现在执政联盟当中的3个党，他们得票率比5年前都下滑了，特别是绿党大幅下滑。这次欧盟大选最大的赢家当然是蓝色的这个德国选择党，然后才是黑色的德国基民盟。最右边的这个政党它是今年新成立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最大的赢家之一。那我们来看看法国，马克龙解散了国会，为什么呢？马克龙所在那个党共和国前进党在本次选举中只获得15%的选票，而极右翼政党勒庞所在那个政党国民联盟则获得了超过30%的选票。所以呢，马克龙在一气之下把国会都解散了，然后呢要举行新的国会大选，大概在今年7月份，也就是下个月举行。同属德语地区的奥地利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获得了25.7%的选票，高于当前执政党奥地利人民党。那么有的网友会问，德国的左翼和右翼到底哪个政党对中国更好呢？好像一句话说不清。我只能说啊，目前的德国左翼当中，绿党也算之一吧。所以大体来说，左翼对中国不是特别友好，特别是绿党。而相对来说，这个所谓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它的党魁其中呢在中国工作过，在中国银行，他的博士论文是写关于中国的退休制度的，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一些了解。然后这几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特别反华的言论。所以可以推断啊，他应该相对来说可能对中国，如果他执政的话，是相对温和的。又加上这个政党相对来说是反对支持乌克兰，呼吁呢与俄罗斯和解等等。所以从这点我们分析，这个政党应该对华，如果他执政，真的可能会更加友好一些吧。那法国的极右翼呢？对比马克龙来说，是不是对中国更友好呢？我对法国政治不是特别了解。据我所知啊，法国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党魁勒庞，他曾经发表过入华的言论，他称中国人是造假高手，等等等等。所以从这点可以分析啊，应该可能他对中国呢还是有一定的敌视啊。不过这点呢，还要靠在法国的朋友们来给大家多做一些解释。我还是来说说德国吧。德国保守党，也就是基民盟、基社盟，这次得票率最高，达到30%，第二高便是德国选择党 AfD。德国电视一台昨天称，欧洲选举结束后，右翼政党尤其值得庆祝。
在奥地利和法国，右翼民粹主义者已经成为最大的力量。德国选择党也在德国取得了进展，而且进展非常大，在德国东部几个州甚至几乎名列第一。我们来看看这张地图，这绝对是一张非常有意思的地图啊！这张地图显示德国各个选区得票率最高的那个政党。这是一张德国地图，德国分成两半，对吧？非常的明显，西部以及南部是全黑色或者几乎全黑色，然后呢，东部是几乎全蓝色，黑色是 CDU、CSU， 也就是基民盟及社盟，就是原来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所在那个政党，它是属于一个保守政党。而右边的呢，蓝色是 AFD， 也就是被德国主流民意定性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黑色的是原来德国统一前的西德，也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德国。右边的蓝色的呢是德国统一前的社会主义德国。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纳闷，统一前的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本来是左翼的，对吧？那为什么经过德国统一35年的演变，现在演变成了所谓的极右翼呢？而左边这黑色的是保守势力。从这张地图我们可以大概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德国由之前的中间偏左变成了中间偏右，甚至偏极右。这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也解释不清楚。我相信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话题，那由社会学家以及由政治学家去研究、去解读德国这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而5年前得票率特高的德国绿党，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地图啊，德国绿党只有在德国星星点点的地方，也就是5、6个地方，他们的得票率最高，其他的不是黑就是蓝。德国这个红色的社民党就更惨了，只有2个选区好像获得了选票第一。另外，从这张图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德国统一了35年了，可是德国人内心还是非常分裂的。这个分裂非常的清楚，原来的西德全黑，原来的东德全蓝，对吧？所以德国人的内心其实呢还是2个不同的德国，也就是东西德还是完全分裂的啊。所以呢，这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社会研究课题，也留给那些政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去研究。在我认识的德国朋友当中，还有德国亲戚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去过东德去旅游啊，或者度假过。他们这些人不是在德国西部度假，就是到国外去度假，但是呢，他们不去东德。而且从他们平时的言谈举止，其实很多西德人是看不起东德人的。我相信呢，同样东德人可能对西德人有一些怨恨，或者有一些不满，所以通过这次选举就特别能体现这个分裂的德国是什么样。对德国来说，这是可悲呢，还是可喜呢？现在我与大家分析一下德国各政党自己与上一届选举选票增加或减少的幅度，这更能说明问题。比如说上届选举，也就是2019年，德国绿党获得了20.5%的选票，本届只获得了11.9%，减少了8.6个百分点。8.6听起来好像不多，可是与2019年相比，它减少的幅度为42%，相当惊人呢。还有德国选择党呢，正相反，2019年德国选择党获得了11%的选票，而今年则获得了15.9%的选票，就是说与上次比，增幅为惊人的44.5%。所以难怪选择党党魁说，这是德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是德国人的胜利。而德国左派党只获得了区2.7%的选票，可以说是妥妥的腰斩，损失惨重。有个政党叫 BSW， 它的选票大概来自于原左党，因为这个 BSW 就是从左党分裂出去的。这个德国 BSW 的选票部分还来自德国绿党以及德国社民党。接下来我想说说本次欧盟大选对中俄会有什么影响。按照这一趋势，对俄罗斯和中国较为友好的德国选择党有望未来几个月在德国东部几个州大选中大获全胜，这对德国政治生态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德国联邦委员会
德语词叫 Bundesrat。德国选择党将起到制衡德国现在这个执政党的作用。因为在德国很多法律，德国国会通过之后，它要生效，必须得到德国联邦委员会的批准。如果德国保守党或者德国极右翼他们获得了一些席位，而德国现在的执政联盟他们在德国联邦委员会没有多数席位，如果他们想自己的法律能够通过，那只能够祈求现在这个德国联邦委员会能够多数通过。但是刚才说了，如果德国这个极右翼政的他们席位比以前更多了，今后这个德国执政联盟可能就像跛脚鸭的一个政府一样，很多政策难以实施。目前看来，德国下次大选是在1年之后。如果不出意外，那德国现在这个执政联盟所有3个政党都会惨败，特别是德国绿党。等一下我们还会说到德国绿党。当然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产生什么政治后果。欧洲议会中的极右翼政党目前在整个欧洲并不形成一个封闭的集团，也就是说各国的极右翼或者右翼政党他们是分裂的也就是说欧盟当中所谓极右翼政党他们不能拧成一股绳，所以呢很难形成一种反对力量。我们回到德国，对华最为强硬的德国绿党此次可以说是惨败，席位比上次减少了42%。气候政策是德国绿党惨败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德国人极力反对的声浪中，强推所谓的供暖法，强迫德国人花极高的代价去更新供暖设备，让许多德国家庭的财政不堪重负，与人民的疾苦背道而驰。德国绿党又是援助乌克兰积极推手之一，与2年前相比，德国人对援助乌克兰可以说热情大大下降，因为关系到自己的钱包了。另外，德国绿党的理念是接纳一切的难民。你想想看，德国区8400万人口，他能接纳成千万上亿或者上10亿的难民吗？绝对不可能，对吧？所以我就不知道德国绿党他们高层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一个小小的德国能够拯救全世界吗？但是这个绿党他的理念就是这样，你们难民想来德国，我们全部接纳，这就是德国绿党。还有，尤其是德国绿党是所谓对中国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推动者。此次惨败应该是对德国绿党籍外交部长，比如说贝尔伯克还有经济部长哈贝克的一个重击。由于德国明年就举行大选了，所以几乎可以说德国绿党应该没戏，或者完全没戏。刚才提到这2位，德国360度外长贝尔伯克还有经济部长哈贝克，他们俩都想成为下届德国总理。那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戏了。那么今后呢，德国对华政策或许会稍有改变，或许会更务实一些吧。在此呢，再点评一下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你看，前不久德国总理舒尔茨还率领一个强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本来是商贸代表团、商务代表团，对吧？与经济有关。可是恰恰是这位德国经济部长竟然没有去中国，而且他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去过中国，而中国是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样，这次访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也没有与舒尔茨一起同行，所以呢，特别奇怪。这就说明了这2位德国绿党的政治最高层人物，他们对中国的敌视到了什么样可笑的地步。还有一点我想说说，也是来自德国的，但是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次他所在那个政党联盟获胜，保住了这次欧洲联盟选举的第一大党联盟的位置。他们在欧洲议会的席位最多，但是呢没有过半。即使这样，不过目前看来，这次欧盟选举的结果对冯德莱恩的连任也是有非常好处的。不过呢，这对欧洲、对中国、对俄罗斯绝非好消息，因为我们也知道，冯德莱恩他几乎呢是美国的代言人呢，他是为美国的利益打拼，而不是为欧洲。比如说，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就是由他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起的。去年9月份就开始了，可能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会颁布吧，到底要不要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
我相信呢，中国方面也会有应对措施。所以德国特别是汽车业是完全反对对中国这个电动汽车征收这种关税的啊。因为如果是中国到时采取对等措施，那到时最受伤的还是德国汽车制造业，因为中国是在世界上德国汽车的最大市场，所以德国汽车业绝对不敢得罪中国。可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法国总统，比如说马克龙，他们都极力要求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好了，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啊。还有前面刚才提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由于他所在的党惨败，所以他马上宣布解散国民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我不知道法国这个政治背景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解散国民议会？是不是他想，反正现在已经输得够惨的了，那我就搏一把吧？有可能这样的考量吧。反正都是输，也许我搏一把还能赢呢。假如这次大获全胜的所谓法国极右翼政党，也就是勒庞所在那个国民联盟，在今年7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又获胜的话，他表示将发起推动退出欧元区的运动，另外还可能退出北约，停止制裁俄罗斯等等等等。比如说要退出欧元，法国作为一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绝非好事情。如果勒庞所在那个政党，也就是国民联盟，在下次法国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如果他真的带领法国搞什么退出欧元区运动，可能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比较大的震荡，就会导致欧元疲软，然后相对应的美元会变强。所以接下来炒汇的人一定要关注一下法国这个议会大选，因为可能这是炒汇的大好机会。欧元变弱，美元变强，这估计是将来的趋势。纵观这次欧盟大选，可以这么说，在欧盟各国几乎极右翼或者右翼政党，他们都大获全胜。这些右翼政党强调自身国家利益，反对对美国一步一趋，就会加大美国联手欧洲干预他国的难度。所以说，对中国、对俄罗斯来说都是好事。欧盟选举结束了，但是现在的执政党还是继续执政，不管人民的反对声浪有多大。比如说德国这个执政联盟3个政党，德国社民党、德国绿党还有德国自民党，他们是厚着脸皮啊，也要继续执政。因为如果他们解散了，那他们什么屁都不是了，下次选举他们绝对选不上。所以这些人他们脸皮特别厚，不管人民的反对声浪有多高，我们就是要继续往下执政。他们这个执政联盟的座右铭就是：你们这些屁民，也就是这些选民，能把老子怎么样？我就是不下台。这就是西方选举制的可笑之处。就说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执政者就是不下台，厚着脸皮的话，你老百姓拿他半点办法都没有。这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呢？好了，朋友们，本次呢欧洲联盟选举已经完了，具体效果如何，到底是不是对中俄都有好处，我们拭目以待。好，朋友们，本期话题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